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刚坐上的士，正准备想休息，司机却对你喋喋不休。一辆小小的出租车内，只有你和司机俩人，然而司机却和你谈论起凶案细节来寻求刺激。如果是你遇到这种司机，你该怎么办呢？在一个寒冷的雨夜，这个酷似汪峰的男子正打着雨伞，行色匆匆地走在街道上。他随手拦下一辆的士，和司机说了目的地后，正准备想休息，司机却耐不住寂寞和他搭话了。大叔通过后视镜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觉得小帅有些眼熟，便问他是不是上过电视，名叫汪峰。小帅矢口否认。大叔紧跟着问，那是不是叫韩庚？小帅直接无语，耷拉着脸不做回答，瞅了大叔一眼。司机见状连忙笑着化解，声称他只是开个玩笑，知道小帅是最近爆火魔术师2人组的成员，自己在读大学的侄女就是他们的忠实粉丝。小帅见司机便像打探着自己的私人信息，想起了那些狗仔，便有点不耐烦地看向窗外，不想再搭理他。看小帅黑着个脸，司机喃喃自语道，名人就是爱装蒜，人家又不是缠着你们要签名。听完这话，小帅不高兴了，正想反驳，司机又自顾自地说起一件事。他说侄女说的对，名人都讨厌你主动上前搭讪，可一旦你不理他们时，他们反而会自己报上名来。这种行为模式就像罪犯一样，作案逃离后，他们一般都会重返犯罪现场。说完，司机又提起另外一件事，声称在此之前，他也曾拉到过一个名人，那是他的女神，新闻之眼的前女主播岛四久美。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喜欢多年的女神并非他所想的那样，电视里的她温文尔雅，现实中的她却态度极差。司机声称他好心地问候了一句，这么晚您辛苦了，没想到却遭受到了他的白眼。在电视上还真看不出来他私底下是这样的人，也难怪他会被人残忍杀害死在家中。不过话说回来，他家好像就在这附近，离那场凶杀案也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凶手到现在都还没有抓到，现如今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听到这儿，小帅也好像记起了什么，他声称当时在报道上看见过这个新闻，新闻上说这起凶杀案好像是他的过激粉丝干的。说完，司机立马反驳道，这哪是什么粉丝啊，分明就是跟踪狂一个。听说在案发前2个月里，久美就一直被凶手持续性的电话骚扰和恐吓，好像是因为他把一本手册落在了出租车里，从那之后他就一直被人无休止的骚扰。司机说完感叹道，这要是真的话，那凶手应该就是捡到他手册的那个家伙，而手册很有可能是被久美后面上车的那人捡到的。然而就在这时，后座一直没说话的小帅忽然冒出来一句，捡到手册的人不一定是后面上车的乘客，也许是的士司机呢。小帅还真是不开口则已，一开口惊为天人啊。听完小帅说的话，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小帅被吓了一跳，随即问他怎么回事。司机一脸阴郁的回答说，すみません、ここ一通で進入禁止でした。在一辆小小的出租车内，司机和乘客展开了一场推理游戏，这是一场关于凶案真相的心理博弈。司机改道行驶后又聊起了岛四久美案，他说久美在被害之前曾被人爆出过一条丑闻，有狗仔拍到他和一个名叫钟伟的记者在车里你侬我侬。钟伟是有妇之夫，他们的关系被曝光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钟伟太太离奇的死在了自己家中。警方通过调查后发现他是从椅子上摔落而死，便认定他是意外身亡。虽然警方的断定是这样，但外面都疯传这一切都是岛四久美干的，司机也觉得就是久美杀了钟伟的妻子，看他的面相肯定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的人。小帅听完司机说的话，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你还是他的粉丝吗？话说的这么难听。说完，司机解释，正因为是他的真爱粉才这么说的，被爆出来的丑闻传开后，此事件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背叛。说完，小帅不禁发出感叹，久美很有可能就是被你们这些偏激黑粉干掉的。司机听完后表示，其实他对这起案件早有研究，他觉得凶手可能一开始并不想害四久美，因为这不是一桩简单的凶杀案。话说到一半，车突然停了下来，司机指了指前面的房子说，这里就是久美的家。小帅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司机一句路过便打发了他，真是有够闹心的。小帅早上出门一定没看黄历，大晚上的遇到一个奇葩司机，一直在跟他讲命案不说，居然还把他带到了案发现场。一想到这些闹心的事，小帅有些生气了，让他赶紧开车赶路。然而司机却不以为意，指了指院子里的那棵大树说，案发当天听说凶手就是爬那棵树来到2楼阳台的。然而非常凑巧的是，案发那天晚上，久美家2楼的窗户刚好没关，凶手就好像提前知道窗户不会关一样，径直走向了那棵大树。因为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所以院子里留下了清晰的足迹。这表明了什么呢？司机大胆猜测，凶手很有可能早就计划好了要通过爬树从2楼阳台入内，他应该提前就被告知那里的窗户没锁。因为是寒冷的冬季，又是夜里，按照常理来说，窗户不可能一整晚都开着，
所以司机认为这一切都是久美的计划，他一直密谋着想要杀害中伟的妻子，然而却在某一天坐车时一不小心遗落了作案手册，那里面有他杀害中伟妻子的作案手法。随后手册被凶手捡到，凶手就借此机会一直骚扰并勒索久美，而久美在此之前对外所说的跟踪狂，那些都是胡乱编造出来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杀了这个人灭口，他不能让别人抓住他的把柄，所以他就设计了这么一个计划，把凶手约来家里见面，然后告诉凶手2楼窗户没锁，让他爬树上楼悄悄潜入进来，免得被狗仔偷拍。其实久美的计划就是骗凶手进入家里来，然后伪造是跟踪狂入室骚扰自己，随后被反杀的假象。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正当防卫的方式除掉拥有他把柄的人。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根本不是那人的对手，最终他被凶手反杀了。司机的这一番推理下来，属实有点精彩，连后座的小帅都来了兴趣。听完这一切，小帅好像想到了什么，他对着司机说：“我好像记得一开始你就说过，岛四久美坐过你的车，那如果你在他的那一次，就刚好是久美落下手册的那一次，那么是谁捡到了那本手册呢？是乘客还是你？”在一个阴冷的雨夜，一名话痨司机给乘客推理凶案过程，正聊得起兴，赫然发现凶手就在两人当中。谁是凶手？你能猜到吗？最后1分钟，结尾高能反转，大有深意。小帅对着司机说：“就像你刚才说过的一样，逍遥法外的罪犯们总是喜欢回到犯罪现场，还喜欢和陌生人分享自己的完美犯罪過程。犯罪者は犯行現場に戻ってくるっていうでしょ。逃げてるくせに自分から事件のことを話題にしちゃうやつもいますからね。”然而司机就在刚才不经意间去到了久美家楼下，还不停地说着案件的所有细节，这些都和一开始所提到的那种异常犯罪心理如出一辙。所以说，根据小帅的推理和猜测，杀死久美的凶手并不是其他人，而正是眼前的司机本人。小帅刚说完，司机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笑着对小帅说：“虽然你的推理很精彩，但自己还真不是凶手，因为他才干这个工作3个月，而岛四久美已经死去了快半年。另外，凶手之所以会从2楼窗户进入，是因为久美养了一只猫，冬天开着窗户是为了方便让他的小猫出入。这些都是从久美邻居那里调查到的。”小帅一脸疑惑：“调查？”司机如实坦白，声称自己3个月前还是一名警察。听完这话，小帅直接懵逼，这职业跨度有点大呀。听完司机所说的这些，小帅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笑着向司机抱怨道：“还以为你就是凶手呢，吓我一跳。”司机笑着回答说：“我是怕你无聊，才说这些让你缓解缓解，没想到你这么感兴趣，还推理出了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们俩这么一来一往，都可以写成悬疑小说了。”正说得起兴，小帅的目的地到了，司机突然转过身来，不知道吓没吓到小帅，反正是吓了我一跳。司机说他想起来了，小帅是汤姆朱莉组合的成员村西先生。然而就在此刻，小帅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先是僵硬了一下，随后又温和地回应了一句：“是的。”司机感叹道：“不愧是艺人啊，想象力好丰富，难怪这么出名，点子这么多。”说完，村西的眼神好像变得有些幽怨，他表示那些点子和有趣的梗都是搭档想出来的，今天搭档还说他是个累赘，想要解散这个组合，出门前才和他大吵了一架呢。说完，小帅苦笑着，司机也随即感叹：“难怪你刚才上车时那副样子。”小帅立刻追问：“什么样？”司机告诉他：“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出什么事了。”听到这个回答后的村西低着头若有所思，脑海中闪回了上车前的片段。原来出门前他不仅和搭档吵了一架，还亲手勒死了他，所以他上车时才会神情紧张。不过司机还是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一路上和他说了这么多话。影片的最后，小帅的眼神里充满了杀意，他觉得此事已经败露，决定要杀人灭口。原本应该在此处下车的小帅突然换了一个目的地，他让司机再往前开一小段，并问了司机最后一个问题：乗せた客が有名人だったとして、次の日にそいつを拾った場所の近くで関係者が殺されてたっていうニュースを見たとしたら。私だったらやっぱり脅迫しちゃいますね。冗談ですよ。通報します。一応元警察官ですから。好了，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故事的结尾是开放式结局，你认为最后是小帅杀死了司机，还是司机反杀了小帅呢？还有，司机到底是不是杀害久美的真正凶手呢？欢迎大家踊跃讨论哦！我是小森，喜欢的给我点个赞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